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欧阳的视频频道。自这个 IP Adapter V2 更新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些基础使用大家应该也会了，但是这一期还是应各位小伙伴的要求，欧阳跟大家深入的来分析一下 V2 到底升级了什么。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到作者的 GitHub 来看一下 V2 这个地方，我们要声明的一点就是模型的安装与更新。首先，我们之前所说过 IP Adapter 要用3类模型，第一类呢是我们 IP Adapter 的模型，什么 1.5 啊、Full Face 啊、Plus Face 啊都属于基本的模型。那么第二个呢是 Clip Version 的编码模型，一样是这2个，但是位置和命名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在 V2 更新了以后，我们是有一个高级统一的应用节点，不需要我们再频繁的设置了，所以说文件命名规范就要特别的严格。如果访问不了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在 Manager 里面去具体查看这些文件的命名规范。那么其次呢，就是 Face ID 一样是这些模型，我们要注意啊，所有这些模型路径都变了，都不是在曾经的自定义节点里面 IP Adapter 插件里面的 Models， 而是在我们默认的 Config UI Models 下面多了一个 IP Adapter 这么一个文件夹，把这些所有的 IPA 的模型要放到这个文件夹，和我们 Checkpoint 是同级的目录。如果你没有更新呢，那么在 Models 里可能没有 IP Adapter 这么个文件夹，我们可以手动创建。那也可以看到在 Face ID 里，作者弃用了原先的2个模型第一个是 Face ID 的 Plus 1.5， 第二个是 Face ID 的 Portrait。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它有一个升级版，用这个升级版把原先老版代替了，是 V11 的 1.5 版本。 Plus 呢是用这个 Plus 的 V2 给代替了，这是在模型上的一些调整和路径的一些调整最后就是 Face ID 的这个 LoRa 还是没变，就是 Models 文件夹下 LoRa's， 把这几个 LoRa 放进去其中废弃的模型的 LoRa 也不会再用到了。 OK， 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结构，一定要知道哪些模型放在哪个文件夹路径里，同时这些模型的命名方式是什么样的，不能随便改它的名字，不然我们这个统一加载器呢它就识别不到这个模型了。 OK， 了解了这些以后呢，我们来到 Config UI， 这里我们搭建一下 IP 的一个流程。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通路给它让开，那右键我们找到 Apply IP Adapter，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 Apply 的节点在 V2 版本中呢，作者把这些不同的应用场景单独分成了不同的处理应用节点。首先我们说第一个最基础的 IP Adapter， 这是一个简化版的应用节点，只有一个 IP Adapter 的输入，这个输入呢其实就对应着我们下面有一个 IPA Unified Apply 统一应用节点。这个节点其实和之前这个 IPA 助手是一样的了，作者把我们需要的一些不同的配置在列表中显示出来，我们想用哪个配置就直接选择，之后这个统一应用会自动识别我们 Clip 文件夹下的 Clip 文件以及 IP Adapter 又或者 LoRa 文件夹下的 LoRa 文件，来为我们配置所需要的不同模型所以说这一步是很智能的，但是前提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你的文件名和路径要对，如果不对的话它识别不到就会报错，就这样一套简化的流程。之后我们直接把这边的模型传给统一应用，自然模型我们也这边串联过来，同时这边我们给到采样器，那之后我们只需要输入一个图像就可以顺利的加载 IP Adapter 的应用了。那当然这个图像还是我们之前的一个老套路，进行一个预处理 Clip 视觉图像预处理，然后把处理过的图像再给到 IPA 的图像，之后下面我们题词稍微改一下。 OK， 那么现在我们就有了一张这样的参考图，大家可以看到不像那是因为我们这边所使用的预设。那这个统一应用呢其实就是作者为我们创建了不同模型搭配的预设比如说轻量级我们就用 Light， 标准的就用 IP Adapter， 中度呢就用这个大的 Clip 模型，那如果是 Plus 呢自然是 IP Adapter Plus。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用一个高强度的 Plus 来生成一下看看，那这个效果就要相近一些对吧。那对于 Unify 这个统一应用来说，我觉得作者做的最好的一个自动化就是当我们切换模型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我们来切换一个 SDXL 的模型，然后把宽高分辨率改成1024，那你会发现现在也不会有任何报错，这个统一应用会自动分析我们所选择的主模型，而为我们分配不同的 IP Adapter 的模型。那么接下来对于实现 Face ID 呢，我们只需要在这边找到 Face ID 的统一加载器，就可以直接调用 Face ID 的功能。那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把模型管道来挪一下，那通过这个统一加载呢，预设这里也同样有我们要选择不同的 Face ID 的模型，同样我们也可以选择 LoRa 的权重以及我们要使用什么设备来运行这个框架。那接下来我们这边来上传一个图像，同样我们把它裁剪一下，看一下它的裁剪比率，模型我们还是换回 1.5 的，分辨率我们也改回512。接下来我们直接生成 OK，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 Face ID 我刚才用的 Plus V2 也顺利的进行了生成。当然很多人都说 Face ID 可能不如 Instant 像通常我们用 1.5 模型来还原人物面部特征的话，我们会给2步采样，也就是2个 IP Adapter。 那第2个 IP Adapter 呢，我们可以使用之前的一个统一加载加载这边的 Full Face 又或者是 Plus Face， 所以这里我们是一个 Plus Face， 然后同样
同样我们把模型来进行一个串联。作者在统一加载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为我们预留了一个 IP Adapter 的模型管道。那这个模型管道其实是方便我们在复用很多 IP Adapter 模型的时候呢，不需要反复的加载某些模型来增加我们的电脑运算的这个缓存。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把之前应用的这一个 IP Adapter 的模型管道也传到我们这边来。如果了解模型分配，大家知道这两个 IP Adapter 其实用的都是一个 clip， 我们不需要加载2遍 clip 模型。那这样的话，它们就会共享之前所用到的模型，也就达到了节省我们缓存的目的。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同样连一下其他的线路，然后把模型我们串联给采样器。之后我们来稍微降低一下后面的这个权重，我们给到 0.4， 然后我们来生成。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做到了一个面部的2次采样。具体说像还是不像呢，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这个权重来进行调整。通过这样的调整，其实也能达到7、8分的一个相似程度。那除了这种基础的简单连接呢，这种更适合新人，或者是更适合我们的一个快速流程。而我们想要精调的时候呢，通常我们就会用到 IP Adapter 当中的第2个高级 Advanced。那么这个节点其实和我们之前的应用就一样了啊，欧阳之前讲的所有的 IP Adapter 都可以用这个高级节点来代替。那这里呢，我们直接来单独的创建一个 IP Adapter 的模型加载器，同时呢，下面我们也可以给一个 Clip 的加载器，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2个单独分开了。这就是我们的高级模式，要了解两边的模型是怎么搭配的，所以用这个节点就可以代替我们之前的传统流程。那当然了，如果这个地方我们不想加载 Clip 模型，也可以让这个统一加载器来负责这一步啊，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Clip 取消掉。一样的，统一加载器也可以直接连过来，之后的图像呢，我们一样传进来。那 Clip 呢，我们也用自己所选的，我们专业用户还是用高制定的这么一个流程。那对于这个负面图像呢，我们之后再说。现在呢，我们要说的是下面的很多不同的参数啊，比如这里我们现在选择 1.5 的 Dream Shaper， 然后我们来一个 Plus， 下边参数我们给一个小参数的 Clip， 然后我们上传一张图像。这是我用那个 Playground 生成的一个参考图，可以看到这2张图像啊还是比较相近的，因为我们用的 Plus， 而且给的是一个1的权重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下这个高级应用当中的这么一个权重，可以看到现在多了很多的权重类型啊。在我们调整参考图时候，这个权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也有很多朋友问这些权重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首先我们在这里打一个背景，加一个 City 或者是雨林吧。现在先来生成一下，可以看到在我们 Plus 模型1的高权重情况下，它是体现不出来我们这个背景的。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对权重进行处理，但是这个总权重我们又不能降太低，如果降太低了，它可能就偏离我们画风了，对吧？如果我们为了保持更强的一个风格，或者是更强的一些人物特性，要把权重调到1，我们还可以通过下面不同的权重方式来进行调整。比如说第一个线性呢，其实就是一条平的，我们这个1的权重它一直是从头到尾执行下来。以下是一个参考图啊，我们挪开给一些位置，这就是我们线性的一种权重计算方式。如果想让我们的题词慢慢体现出来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第一类 is， 就是缓动类型。首先我们说缓入其实是说我们原本模型和题词的权重刚开始是最低的，慢慢的进入，而 IP Adapter 的这个权重呢，刚开始是最高的，慢慢的退出。所以这种类型的权重呢，是在尾部才会重视我们的题词，而刚开头呢，还是会重视 IP Adapter 给予模型的 Clip 编码。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变化并不是特别大，因为在生成的起始步骤，所有的构图都是根据 IPA 来的。那如果是 Easy Out 呢，恰恰相反，刚开始我们题词和模型的权重是最高的，之后呢 IPA 的权重才会慢慢的进入，经过一个曲线的变化，到最后占据了所有的 Clip 权重。我们后面的雨林它是不是自然就有了？但是构图却不完全像我们的参考图。那么接下来的 is in 和 out 就是缓入缓出，既有缓入又有缓出。这样的话，在整个的生成过程当中，开头和结尾我们的 IPA 占据的权重都很高，只是中间进行了一些降低，让我们的题词和模型发挥一些作用。现在我们生成，你会看到我们的题词就不是那么的明显了，因为它只有中间一点点有作用，我们的题词是起不了太大作用的。那么最后还有一个 reverse in 和 out，也就是在我们之前的缓入缓出基础上把它调个个。这种情况 IP Adapter 的权重只在生成的当中会有作用，开头和结尾都是根据我们模型和题词来生成。那现在我们在生成，你会发现这个图像它更偏向于我们的题词，有森林有这个雨林，但是它的形象就和我们的参考图偏差比较大，因为我们给的 CFG 比较高，所以说它稍微有一些拟合的情况，这个时候要把它适当的降低一些，这样它的效果才会好一些。OK，
说完第一类以后，我们来说第二类啊，前头加个 weak。那么这种权重曲线呢，它不存在某一个点谁绝对强谁绝对弱，或者是有谁没谁，而是 IPA 的权重和模型 Clip 的权重是始终存在的，只不过这两种配比是不一样的。那么要注意的是，这里这个 weak 所谓的弱，它其实指的是我们模型和 Clip 的权重啊，这里我们是容易搞混淆的，起码我在测试之前是混淆的，总感觉他说的是 IPA 的权重，其实是我们模型的权重。那第一种 weak 的 input 就是说我们模型刚开始是较弱的一个地步，后面呢慢慢的扩大它的权重比例，但依然还是有 IPA 的权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权重倾向都是给 IPA 的。那么这个图像和我们的参考图是极其相近的，对吧？那么反观第二种 weak output 就是倒过来的，刚开始我们模型占据的比例是很多的，慢慢的 IPA 扩大了比例了，到了结尾虽然模型的比例减少了，但是模型依旧还在，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张图像它其实更偏向于我们模型，但是隐约的我们还可以看到参考图当中的一些构图和一些光影，包括一些笼统的人物概念。那么第三种就是这个 weak middle， 所谓的弱平均就是我们主模型总体占据的这个比例相对较弱的，大概占了30%左右吧，所以这种 middle 的权重曲线我们不太会常用，因为它不太好掌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像，你也不能说它像模型，你也不能说它像这个参考图，它都是相互掺杂的，所以弱的情况下呢，主模型30%，这是我大概估量的啊，我并没有详细看它后面的底层代码。那接下来就是所谓的这个 strong middle， 自然就是反过来的，主模型的权重占据大部分70%，而 IPA 的权重呢占据30%，始终如一这么算下来的。所以现在我们再看呢，这幅图就跟我们的参考图差距很大了，只有个别的几个点会借鉴我们的参考图，对吧？比如说人物的服饰稍微有一些相似，这个光影也稍微有一些相似，但是大体70%的内容都是通过我们的 Clip 调用模型来生成的。OK， 那么这就是目前 IPA V2 当中的9种权重曲线。那么最下面这两个选项也是 IPA V2 新增的这两个特性，但是大家可以在选单里看到我后面多了一个 SDXL， 就在欧阳本期教程截稿之时呢，作者又更新了这两个模式，不仅仅针对于 SDXL， 它也加入了 1.5 的兼容，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通用型的，不管是 XL 模型还是 1.5 模型。那这个我们之后再说。说完这两个以后呢，下面还有一个属性也是大家问到的，就是这个 embeddings 的一个 scale 缩放，这个东西跟题词也有关系，但是跟题词的关系并不是直接关系，它是一种间接的关系。那要了解这个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 embeddings 当中的底层传参的一个结构或者是一个过程。首先当我们把 embeddings 传给处理器也好，传给采样器也好，它的类型是一个 dict。 如果了解 Python 编程语法的朋友，大家应该知道 dict 它是一个双组数对，就是有 key 有 value。 那么通常啊，默认的情况我们发送的是一个 value， 就是一个值，比如说 dict 是一个 name， 那么 value 呢是欧阳，对吧？这就是 key 和 value 之间的关系。那通常我们只要发送这个 value 就够了啊，把这个 embeddings 的 value 发送过来。那这一步呢，就是把之前的这个 key 和 value 一起发送给采样器。这样做的话，很多的这个 embeddings 啊当中的一些信息，它的分类就很明确。如果和我们题词没有相关分类的 embeddings， 那我们题词就会体现出来。有了这个类型指定以后呢，它就不会堆叠了，因为没有类型的话，一堆题词过来又是阳光又是构图又是人物又是服装等等等等，它堆叠在一起没有分类，它就会过拟合。如果当我们有了分类以后，它每个分类里面的权重其实并不是那么高，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啊。但是机器学习还是比较复杂的，我只能说用尽量能够理解的语言跟大家这么举个例子啊。那下面这两种算法呢，自然就是 key 加 value 的一个平均值，或者是 key 加 value 的一个权重值啊，这就是另外一种衍生方法了。那总而言之呢，就是第一种只用 value， 第二种呢是 key 加 value。value only 是我们常用的类型，而 key 加 value 我们可以变相的体现提示词，也可以在高权重的情况下来平衡我们的这个整个权重。比如说我们现在强度呢，我们给的高一点，给到 1.5， 如果只用 V 的话，我们现在生成一下，你会看到它就堆叠了很多内容啊，造成画面的混乱。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用 key 加 value 将这个 embeddings 的缩放来调整一下，平衡我们这个权重和参考图之间的关系，来在高权重的情况下来保持我们一定的这个简洁性。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个功能。当然其实细说的话，这个东西还是挺玄学的，作者都没有说明白，他只是给了这么几种算法让你去试吧，试出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 OK， 那么在了解了这些以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权重当中最后两针对 SDXL 模型的两种方式。第一
种 Style Transfer 风格转移啊。在欧阳刚讲了这个如何用 IPA 转移风格的时候呢，作者就出了这样一种方式，它的效果是非常的棒的。那我们这边还是上传之前几期讲的这个风格图像，水墨画主模型选一个 SDXL 的分辨率搞到1024，采样器我们也改一下吧，之前一直没有改。然后我们现在来生成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风格是完全模仿我们这边的一个风格。当然我们这个图片呢其实应该给它更完整的一个图像，但是可以看到转绘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换一个参考风格，比如我们之前都试过的这些参考风格，我们再让它来生成。不得不承认作者是真的厉害，现在这样的风格转绘我们只需要这么简单就可以达成了。我们再给一个水墨的来看一下，色调和水墨是一点都不差啊，只不过这个人物呢需要我们制定一下。 OK， 那么这就是新增的 Style Transfer 这个功能，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功能啊，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 Composition， 它是干嘛用的呢？其实是完全模仿我们图像当中的构图，这种方式并不会参考人物特征，也不会参考画风。比如说现在我们先来生成一个比较复杂的结构图像吧，可以看到我也不知道生成了些什么东西啊，反正就是奇形怪状的各种各样的未来建筑。那我们选择第一张啊，就这一张，我们直接把它复制一下，粘贴到我们这边参考图上。之后我们可以把题词稍微删除一些，因为有一些是控制视角的。那接下来我们把 IPA 打开，稍微调一下随机种。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这些建筑的构图都和我们之前的这样一张构图大体相似，所以说它会参考我们整个的构图，但是有些细节可能会发现不是特别好。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其实是可以把这个权重再给高一点，然后我们把这个嵌入缩放，也就刚才所说的这个东西，选择一个 K+V 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根据图像做具体的调整。那么这样的话可以看到它的相似程度就更像了，对吧？那么说完单图以后呢，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多图的运用。这里呢我们切换到英文啊，因为有些朋友呢可能习惯英文，看中文呢可能对不上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一样把它组一个批次啊 batch image， 然后再发送给我们这个 IP adapter。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生成一个2张参考图融合的一个最终图像了。那么说到多张参考图的一个融合呢，我们就不得不说在 V2 的这个 apply 当中啊，有这样一个选项 combine embeddings 合并嵌入组啊。那如果看过欧阳之前专门讲这个 clip 线路的高级理解的那一部分那个视频的话，大家可能就会知道了 embeddings 合并的时候呢有很多不同的算法，所以这里呢作者也是把这些算法呢单独的提供给我们进行选择。因为每一张图像在我们传入到 IPA 里面都会通过 clip version 这样一个模型解释一个图像，同时生成一组图像对应的 embeddings， 最后这些 embeddings 要如何合并如何计算呢？这就是作者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选项。那么第一个 concat 自然不用多说，就和我们之前说的一样，这个 conditioning 里面的 concat 它自然就是一个连接，有多少个图像就挨个把多少个图像解释出来的 embeddings 全部像穿葫芦一样发给我们这个采样器。这样的好处我们在讲题词的时候也说过，它会隔离不同图像的不同特性。那么第二个呢，可以看到是 add， 是一个相加，这种方式呢它会将很多 embeddings 直接堆叠到一起。当我们的参考图片很多，特性又相较于比较单一或者是重复的时候，就会把这些所有的 token 全部叠加在一起，它的重量就会很高，就容易过拟合。比如说我们给了5张图全是女性，那么这个 girl 或者是 woman 的特性，这个 token 它就会叠加到一起。那现在我们来生成一下看看啊，这个图像它是不是就有一点错乱，而且眼睛和边缘呢都会有些过拟合的情况发生啊，这就是一种相加的方式。那么第三个是相减，这种方式就是用上面这个图的 embeddings 减去下面这个图的 embeddings， 剩下的 embeddings 传给采样器。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发现上面的这种水墨的风格它就被减去了，其实是用下面减上面，因为这里我们连错了，可以看到这两个我们是连反了。如果是我们来这么连一下批次的话，其实是用上面减去下面，应该说是只会剩下水墨的风格啊，就是油画的风格。可以看到，那我们这个动漫的风格就一点没有了，对吧？这就是个减法。作者说这是一个实验性的一个算法，其实并不实用。那么接下来就是 average， 一个平均化和 norm 的 average。norm 它是一个，等会儿我们再说啊。我们先说这个平均化是比较常用的，它会将2张图像的特性进行一个融合，平均处理以后再发给我们采样器。可以看到它的效果是不是有点类似于之前的 add， 但是呢它要比 add 的效果要柔和，它没有 add 那么拟合。我们来看一下 add， 再对比一下，区别并不是很大，但是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我们给的这个图像它的叠加并不是特别的多，这2张图像它是还是有区分的。那么最后一个翻译过来是规格化平均，其实是一种归一化的算法，它把所有的 token 全部做了归一化，然后再 average。 所谓的归一化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把一些细节的 token， 一些弱的描述的 token 提上来了，把一些强调的 token， 比如说人物啊或者是光影啊比较明显的 token 的这个权重也降下来了，所以这样它就把弱的提起来，把强的压下来，进行一个整体的归一化以后再进行
平均。那么这种方式呢，其实出来的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参考画面当中总是要有我们体现的东西的强和弱，什么是不要的，什么是要的，模型也能自动识别我们想要的一些特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像它想体现的东西就很多，反而感觉有些过拟合。作者也说这个减法和最后这种平均化它不是一个常用的一种方法，更常用的就是 concat 和这个 average 平均。那么之后有朋友可能还会注意到，也会问欧阳说为什么没有之前的那个 noise 的一个降噪幅度了，对吧？没有那个降噪幅度，我们怎么调它过拟合的情况，又或者是平滑的这个画面呢？那这里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负面图像了 ，image negative。作者之前在 IP adapter 里实现降噪的方法呢，我们这里复原一下。首先呢，现在我们在 V2 的节点里呢，可以找到一个 noise。那这个节点呢，其实它就是为我们在一张图像的基础上生成一个 noise 啊。这个预览图像它就是一个噪点图。那因为我们这边的强度给的太高了，如果我们给到 0.3， 就可以看到是在图像上施加了一部分 noise。作者在之前为 IPA 应用节点增加重绘的方法呢，是类型当中的这个 shuffle， 也就是一个是反转随机，这个图像它被倒过来了，同时呢还增加了很多这种波纹。现在呢，我们将这张图像传给负面图像，这就做到了之前降噪相同的效果。我们只需要改这个地方的降噪幅度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来直接生成，那你会看到这个画面它是不是就柔润了，平滑了很多呢？那负面为什么要给这样一张图像？我们来推导一下，来琢磨一下啊。首先这个负面呢，相当于就是反话嘛，又或者是我不想要什么。那我不想要什么呢？我肯定是不想要噪点，所以说呢，将噪点图传给负面，它就会进行进一步的降噪，进一步的去除，它就相当于一个重绘了。我们给的这个越高，它的重绘幅度就越高，对不对？接下来我们说这个底图为什么要翻转过来呢？其实翻转过来以后，它代表了很多的意思。首先这个构图是我不想要的啊，我不想要它倒立啊，它肯定是正的，对吧？其次呢，这个光影是反的，我也不想要反的光影，进一步强调我们第一张图像的反面特性，这样才会加强我们的正向图像。那如果我们不让这张图像倒过来，我们让这张图像正过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它的噪点更大，所以说它的图像会更平滑。那其次呢，我们看看这个图像正过来以后会发生什么，这个人物可能就不像我们这边的人物了，更像下面这张图像，就是因为我们把类似于我们的参考图的东西传给它了。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就明白这个负面的图像它是可以校正我们最终图像的。如果我们给的是噪点的话，它校正的方向就是进一步重绘。那如果我们将它模糊化呢？啊，这里有个模糊，对不对？我们可以给它高一点。模糊的话，噪点是不是它就不是颗粒了？给到它的反向就是平滑的、模糊的。所以说我们出来的图像会是什么样？它会比较锐利。那这里我们把这个强度给它降到 0.1， 我们来看这个图像，看到了吗？它的边缘和光线就会锐利很多。这就是我们通过调整负面来调整我们最终的参考图。同样，我们还可以把图像倒过来，我们会得到一张锐利的两张图像的融合图。那么除此之外呢，负面不一定非要给它 noise 啊，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它一张图像啊？比如说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给它一张这个线稿，那这代表什么呢？就代表我不想要线稿，对吧？我想要更丰富的内容，我不想要黑白的内容。OK， 你会看到它的解释和我说的可能还不一样。虽然它的色彩在之前呢丰富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它还体现出来另外一个特性，就是一个暗调。它不像我们第一张图像这么亮，就相当于说我们不要特别亮，所以它又变相的把这个图像给压暗了。当然 noise 图可以，图像可以，那处理过的图像可不可以呢？针对一个图像进行锐化，针对一个图像进行模糊，针对一个图像再加上 noise， 这就是我觉得在 V2 版里开放了这个负面图像以后啊，真的变化是无穷的。同样在一组 embedding 上插入不同的负向，效果都是截然不同的。OK， 那么说完这个以后呢，接下来我们来说 embeddings 的应用啊。之前我们说过啊，在 IPA 当中它有一个特别方便的功能，可以将我们所有的参考图编成一个 embeddings 之后呢，再调用 embeddings。那 V2 呢和 V1 唯一不同的就是它把图像编码和编码合并两步呢拆开了。那这里呢，我们只需要找到 IPA 里面的 encoder 啊，这是第一个。这个 encoder 是为每一个图像单独编码。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仅有图像输入，它还要我们输入这个 IP adapter 的模型以及 clip， 所以这里呢，我们是需要把这个模型的数据也输入给它。当然，这里的 IP adapter 的模型呢，也支持 unified 统一应用的模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只需要给它一个 IP adapter。至于 clip 呢，我们就可以忽略。只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是高级节点，所以说呢，我们是要单独把这两个选项传给它的。同时呢，我们再复制一份为下面这张图进行图像编码。之后呢，我们就能单独的为这两张图像编码，并且为它们设置不同的权重了。设置好以后呢，我们继续输出。
那现在呢就可以看到输出的这边呢，我们要输出一个 embedding，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 IP adapter 的 apply 它不接受 embedding 的类型，那怎么办呢？和我们之前的方式是一样的，在这里我们一样可以找到一个 embeddings 的 IP adapter 应用，那这个应用呢接收的就是我们这边的 embedding， 但是接收之前呢，我们还需要一个节点将多个图像编码节点进行一个合并，所以呢我们接着来找到 IP adapter 下面有一个 combine embeddings，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不同图像编码的这个正向 embedding 传入进来，同时将最后这个 embeddings 的输出给到我们这边的 IP adapter 的正向。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高级应用的节点我们来挪一下，全部挪到我们这边来，那么自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embedding 合并这里就给出了我们合并的方式，对吧？和我们之前这个高级的合并一样，只不过呢这边我们是提前处理它这个合并方式了。接下来这个负面呢，我们也可以将这个 noise 进行一个编码，同时编完码以后把正向传到我们这边的负向里面来。现在呢我们把这些数值先默认的给它设置一下，之后呢这边输出我们给到采样器就好了。这就是图像编码的一个大概流程，我们需要为每一张图像进行编码。那这里这个 batch 呢我们可以先删掉。对于合并 embedding 的节点呢，我们也最多可以看到能合并5张图像，作者说4张就够啊，再拓展出来一个给你们备用。那当然了，编完 embeddings 以后呢，还可以像之前一样在 IPA 当中找到这样一个 save embeddings， 储存一份我们编好的样式 embedding， 之后呢就可以通过 load 读取直接应用了。OK，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调整一下这2张图像的权重啊。首先第一张的权重我们给的低一点，这样的话呢，自然我们下面的动漫的感觉就会更多一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使用了这个权重调整以后，它好像没有太大的作用。为什么呢？其实因为我们这边用的是 combine 的话是将2张图像的 embeddings 挨个发过来的，所以说它不存在2张图像的一个权重高低。即便是我们把它降到 0.2， 你看它多少还是会有我们第一张刺客的身影。所以呢，当我们调整权重的时候，我们是要把这个 concat不是 combine 是 concat， 把它换成 average。那这样的话呢，2张图像的强弱才能对比出来，通过对比完再进行平均，这样的话它才能体现出来。所以现在我们给到了第一张图像 0.6 的权重，明显就能看出来，参考第2张图像的内容更多了。那么这就是在我们为单张图像编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这么一个点。之后还有一种情况，我们也需要用到 average。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个第一张图的权重降下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是 0.2， 下面是 0.8。如果我们想在第2张图像上进行一些调整，可以看到我们第2张图像的胸口是有一个英文数字的，而我们这边呢也会产生出来莫名其妙的英文数字，我不想要这些英文数字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想编辑一下它，进行一个 mask 的 edit， 我们把这个胸口这个部分给它涂掉之后呢，我们将这个 mask 呢直接输出给我们这张图像的编码器。但是之前呢我们不能直接输出，因为 mask 呢是一个作用区域，而不是说非作用区域，要让它成为非作用区域，也就是忽视这个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找到 mask 当中的一个 invert mask， 就是反转遮罩，然后再给到我们这边编码的 mask。 那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胸口上的字体就会消失掉。那如果我们还是用 concat 呢，你会看到它并不像我们第2张参考图，这2张图的特性它并没有合并，所以这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算法。那当然其他这里可以看到还有 mask 和 min 最小值和最大值，我们也可以进行不同的尝试啊。那之后呢我们再说一些附带的功能啊，更多的就是一些细化的功能。在菜单的所有 IPA 的应用当中呢，我们再排除一下还有哪些呢？基本上就剩下这2类了，一类是这个 batch 就是一个批次，另一类呢是 tail。 我们先说这个 tail 的，其实简单来说呢，它就是提前为我们一些不规则的图像进行了一个预处理。像我们在风格转移的那一期所说到的，欧阳是把这个图像切成了2块，对于图像的裁切以及对位置呢还是比较繁琐的。那么这个 tail 的呢就可以自动的帮我们把这个图像进行一个预处理。那么现在我们先来进行一下节点的连接，这边的输出项里面有一个 tails， 这其实是一个图像序列。对于遮罩呢，我们可以选择作者这个 ES 库有一个 mask preview。 那么通过预处理的图像，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遮罩的方块呢给到了上边，第2个遮罩的方块呢给到了下边。这样的话呢，就通过遮罩将这一张未处理的大图进行了一个裁剪。那么这么做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其实有2点。第一点呢，它是可以实现不同比率的图像还原啊，比如说我们有个宽屏的，又或者我们有个竖屏的。那第2个好处呢，就是它可以还原很多画面当中的一个细节，因为这个预处理图像啊，它的分辨率是很低的，可以看到是224，所以通过这个 tail 的节点呢，我们可以将一个很高的分辨率进行不同的裁切和平铺，这样的话呢，能还原我们整个图像的细节。
节，但是当中呢也会存在一点点的小问题，需要一些技巧来规避。这个呢之后我们来详细讲这个 tile 的还原人物或者是保持人物一致性的时候，我们来说这个 tile 的应用方式以及如何组合运用的方法。说完这个 tile 的以后呢，接下来就是这个 batch 了，一个批次啊。这个批次其实就是我们做视频当中要用到的啊，它一次呢会生成一系列的图像，我们给它多少的批次，它就会生成多少图像。可以看到这边有高级的批次、Face ID 的批次以及有 tile 的批次啊。比如这里我们来一个高级的一个批次，同样我们把这两张图片重新打一个组，然后给到 IPA， 那你会看到它会将这个批次的图像挨个传给我们 K-Sampler， 而不是只生成一张图像了。那么这就是一个批次的作用。之后呢，我们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用到这个批次，而不是单独的 IPA 应用了。OK， 那么这就是 VR 升级的所有内容了。最终总结一下呢，其实欧阳觉得最有用的两个功能，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的权重调节，包括权重里面这两个方式真的是特别有用。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反向的 negative 的 image， 很多人觉得这个没有用，可能还是没有了解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调整最终图像很好的一个手段。那么这就是这一期要跟大家分享的 IPA VR 的所有内容了。如果觉得本期内容对大家还有所帮助的话，就千万不要忘了点击系列按键来支持欧阳一下下了。这一期琐碎的东西还真的是整理了挺长时间的。如果对欧阳 ComfyUI 这个系列教程感兴趣的话，就千万不要忘了关注一波，未来我们一同学习，一同进步了。我们下期再见。